我盘下这个便利店3年，从日流水800做到8000，房东眼红了。小伙子，这店我收回来自己开，你另找地方吧。我没吭声，只是默默收拾东西。搬家前一天，我去了趟烟草局。第二天，房东屁颠屁颠搬进来，货架摆满了，收银台擦得锃亮。老板，来条中华。房东笑容僵在脸上，支支吾吾。烟卖完了。一天下来，17个客人转身就走。傍晚，我接到房东电话，烟草证呢？你把证弄哪儿去了？我一脸得意，但没说话。我叫周毅，这一家便利店的老板。3年前，我用全部积蓄盘下这个店，当时它只是个一天流水不到800块的杂货铺。我重新装修，拓展品类，开通线上外卖，每天起早贪黑，硬生生把日流水做到了8000，有时甚至能破万。这片老城区，谁不知道我周毅的便利店？一个略显臃肿的身影堵在门口，是房东王德发。小周啊，生意不错。他那双小眼睛总是不经意地瞟向我的收银后台。王叔，喝水。我递过去一瓶矿泉水，他摆摆手，自己从冰柜里拿了瓶酸奶，拧开就喝，没半点付钱的意思。3年来一直如此，我没计较过。小周，合同月底到期，你准备一下，我们续个约。王德发靠在货架上，酸奶喝得啧啧作响。行，王叔，到时候您言语一声。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家店是我全部的心血，我不想搬。然而我高兴得太早。合同到期那天，我提着2瓶好酒，1条好烟去了王德发家。他家就在便利店楼上。开门的是他老婆刘翠花，看到我手里的东西，脸上笑开了花。王叔，合同的事儿，坐。王德发坐在客厅的红木沙发上，慢悠悠地泡着茶。小周啊，这店我不准备租给你了。我的心咯噔一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王叔，您这是对租金不满意？我们可以再谈谈。不是租金的事儿，我看你这店生意挺好，我寻思着收回来自己开。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旁边的刘翠花嗑着瓜子，阴阳怪气的帮腔。小周啊，你也别怪我们，谁不想自己当老板呢？你这店每天流水快1万，一个月就是30万，一年300多万。我们把店收回来，1年就能赚回1套房。傻子才继续租给你。300多万，他真敢想，以为流水就是利润吗？他根本不知道我每天凌晨4点就要去进货，他不知道我为了节省开支，自己搬货、自己理货、自己收银，甚至连个帮手都没请。我看着王德发，他脸上没有一丝愧疚。小伙子，你也做了3年老板了，也有点积蓄了，去别的地方再开一个嘛。这店你月底之前搬走吧。我看着他们一家人理所当然的嘴脸，忽然就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站起来，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这孩子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没礼貌。回到店里，我坐在收银台后，看着店里的每一件东西。这货架是我一排排组装起来的，这收银系统是我熬了3个通宵研究的，墙上那个小小的店长推荐牌子是我亲手写的。整整3年，我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可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心一点点冷下去。手机响了，是朋友李哥打来的，他也是做生意的。续约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把事情说了一遍，李哥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我靠，这王德发也太不是东西了，典型的养肥了再杀，你就这么算了？不算了，还能怎么样？你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这种人你得给他点教训。教训？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李哥，你放心，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没再去找王德发理论，我像往常一样开店，只是在门口挂上了月底清仓、全场8折的牌子。老顾客们都很惊讶，围观的老张疑惑道：小周，你不干了？要去哪儿啊？以后买东西不方便了。是不是房东涨租机了？那老王也太黑了。家里有点事儿，准备回老家。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毕竟我还有最后一步棋要走。王德发一家几乎是住在了我的店里，刘翠花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美其名曰帮我维持秩序，实际上是在监视我，生怕我把店里的东西偷偷搬走。我家老王有商业头脑，马上就要当大老板了。这店啊，我们自己开，一年赚个180万不成问题。王德发的儿子王小军，一个20多岁的无业游民，天天在店里指手画脚。这个冰柜太旧了，换掉。这个货架布局不行，太土了，得重新设计。哎，那个谁，把那箱水搬到门口去，挡路了。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动。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我慢慢站起来，比他高了半个头。第一，我现在还是这家店的老板；第二，这家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第三，你再指着我，我不保证你的手指头还能不能伸直。我的声音不大，但王小军吓得后退了一步。刘翠花赶紧冲过来：你想干什么？周一，我告诉你，你别乱来，敢动我儿子，你想试试？我没理他，坐回了收银台。那之后，他们倒是收敛了几天，清仓很顺利。到了月底，店里基本空了。
搬家前一天，我找了辆货车，把冰柜、货架、收银系统这些我自己的东西都搬走了。你怎么都搬走了？这些东西不都该留下来吗？这些都是我的财产，我为什么要留给你？你这天杀的，我们还怎么开店？行了，别丢人了，不就几个破架子吗？我们买新的，买比它更好的。他们以为只要有这个铺面就能复制我的成功，天真。我看着他们笑了笑，开着货车离开了。但我没有直接去我租的新仓库，我把车开到了区里的烟草专卖局。我走进办事大厅，取了个号。周老板，今天不忙啊？来办点事儿。轮到我的时候，我递上我的身份证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你好，我要申请注销这个许可证。工作人员愣了一下。注销？周老板，你店不是开得好好的吗？这证现在可不好办，你可想清楚了。在很多城市，烟草证的办理遵循一店一证和合理布局的原则。一个区域内的烟草证是有总数限制的，一家店注销了，这个名额可能会被收回，也可能被周围其他符合条件的店铺申请走。但原地址短时间内想再申请一个，难如登天。一家不能卖烟的便利店，尤其是在老城区，就等于断了一条戈壁。来店里的客人10个有8个是冲着烟来的，顺手再买点别的东西。没有烟就留不住这些最主要的客源。我想清楚了，店不开了。工作人员惋惜地摇摇头，但还是按照流程给我办理了注销手续。王德发、刘翠花，你们不是想当老板吗？我把舞台给你们搭好了，现在该你们上场表演了。第二天，王德发一家起了个大早，他们前一天连夜请人把新买的货架安装好，把货物摆得满满当当。刘翠花还特意去买了鞭炮和花篮。哟，老王真自己当老板了，恭喜恭喜啊！嗨，小本生意，小本生意。他嘴上谦虚着，手却不停地给围观的人发言。刘翠花更是神气，以后大家都来捧场啊！好嘞，我们家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没有去现场，这些场景都是李哥在微信上给我现场直播的。李哥的店就在隔壁街，他特意跑过去看热闹。我靠，这老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李哥发了一张照片，是王德发挺着啤酒肚，笑容满面的样子。我回了个微笑的表情。开业第一天，王德发的店里确实很热闹。一来是新店开业有折扣，二来是街坊们都想看看这店换了老板有什么不一样。很快，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老板，来条中华。王德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烟吗？他昨天光顾着进饮料零食，把这最要命的东西给忘了。他以为烟跟其他东西一样，去批发市场就能进货。那个，不好意思啊，大哥，中华卖完了。卖完了？那软月新有吗？也卖完了。那随便什么烟，来一条。今天都卖完了，明天就到货。那位大哥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这只是个开始，一整个上午不断有人进来买烟。老板，来包利群。老板，南京有吗？卖完了。烟草公司还没送货呢。没烟，说了多少遍了，没烟。1个小时，2个小时。据李哥统计，一上午至少有17、18个客人因为买不到烟，连带手里的饮料零食都放下了，直接走人。王德发的脸色从红光满面变成了铁青。他爸，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没烟卖呀？我怎么知道？他终于意识到问题不对劲了。老杨，你这烟到底是怎么进的呀？禁烟，当然得有烟草证，烟草公司的人才会给你送货啊。烟草证？王德发如遭雷击，他猛然想起来，周毅的店里收银台后面的墙上是挂着一个证的。他火急火燎地跑回店里，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什么烟草证。傍晚，我正在新租的仓库里整理货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区号很熟悉。我接起电话，没有说话。电话那头传来王德发急促的呼吸声。是周毅吗？他的声音都在抖，我没吭声。周毅，我知道是你！他几乎是吼出来的。烟草证呢？该死的，你把店里的烟草证弄到哪里去了？哦，你说那个注销了啊？电话那头是长达10秒的死寂，我甚至能想象到王德发那张因为震惊和愤怒而扭曲的脸。注销了？你凭什么注销？那是店里的东西。王叔，你搞错了。第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发给我周毅这个人的，法人是我，不是店。只要我不干了，我当然有权注销。第二，你收回的是你的房子，可不是我的生意。我的证凭什么留给你用？你这是断我财路，你这是商业报复！王德发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地咆哮。王叔，话不能这么说。当初可是你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跟我说，让我另找地方，是你先断了我的财路，我只不过是拿回了我自己的东西而已。王德发被我噎得说不出话。还有，王叔，这证是我主动去注销的，
按照规定，同一地址半年之内不能再次申请。你那店至少半年别想卖一根烟了。王德发彻底破防了，各种污言秽语从电话那头喷涌而出。我没再听他废话，直接挂了电话，拉黑。这世界总算清静了。兄弟，干得漂亮，我听着都解气。那老王八蛋现在肯定气疯了。他活该。挂了电话，我继续整理我的仓库。这里虽然比不上之前的店面，但胜在租金便宜，也够我暂时落脚，处理那些清仓剩下的货物。我以为这件事会暂时告一段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吵醒了。我租的是个带阁楼的仓库，平时就睡在阁楼上。我皱着眉下楼，打开仓库大门，门口站着的是满脸怒容的刘翠花。周易，你给我滚出来！刘翠花一见到我就张牙舞爪的扑了上来，那架势像是要跟我拼命。有事说事，别动手动脚。说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你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我们把店租给你3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你断我们家财路，你安的什么心？他的声音又尖又响，很快就吸引了周围其他仓库租户的注意。我不想跟他在门口丢人现眼。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现在立刻马上去烟草局把那个什么证给我重新办回来。办不回来，我说过，半年之内那个地址办不了。我不管，我不管！今天你要是不把证给我们弄回来，我们就跟你没完！我们天天来你这儿闹，让你也做不成生意。哎呀，没天理了！这世道怎么出了这么个黑心干的玩意儿啊？我们好心把店给他做，他赚钱了就翻脸不认人啊！大家快来看啊，这个白眼狼是怎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拍下来，让大家都看看他的嘴脸，发到网上去，让他社死！我看着眼前这母子俩拙劣的表演，眼神越来越冷。我只是默默地退回仓库，拿出我的手机。我对着坐在地上撒泼的刘翠花和一旁拍摄的王小军按下了录像键。喂，你好，我要报警，有人在我的仓库门口寻衅滋事，影响我正常经营。警察来得很快，看到警车，刘翠花的哭嚎声瞬间停了，王小军也心虚地收起了手机。谁打的110？怎么回事？是我打的。这位女士和这位先生从早上开始就堵在我仓库门口撒泼吵闹，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同志，你别听他胡说，是他欺负我们是他的房东，好心把店租给他，他赚了钱就恩将仇报，把我们家的烟草证给统统注销了，害得我们现在生意做不了，血本无归。他的话半真半假，极具迷惑性。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注销了人家的烟草证？是真的。我平静地回答。同志，你听到了吧？他承认了，这是商业诈骗，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女士，请你冷静一点。警察制止了他的聒噪。您好，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我确实把证注销了，但那证是我本人的名字，属于我的个人财产，我有权处置，这不违规，更没有欺骗谁。第二，我之所以注销，是因为他们单方面撕毁续约口头约定，在我将店铺经营的有声有色之后，逼我退租店铺，想自己经营。我只是在合同到期后带走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第三，我这里有今天现场的完整记录，整件事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我把手机递过去，播放了我刚刚录下的视频。视频里，刘翠花撒泼打滚、出口成脏的样子，王小军在一旁煽风点火、拍摄威胁的样子都清清楚楚。警察的脸色沉了下来。行了，都少说两句。这事儿说到底是你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他堵你门口不对，但你这事儿做的也确实有点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遵纪守法，合同到期我按时搬离。他们强占我的劳动成果，我只是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非要说绝，那也是他们先不留余地。我不管，反正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不然我们就不走了。女士，我警告你，这里是人家的私人仓库，你再在这里纠缠，我们可要带你回去了。刘翠花被拘留2个字吓到了，不敢再大声嚷嚷。请你们先离开这里，谢谢配合。刘翠花和王小军不情不愿地离开了。等着，我知道这事儿没完。送走警察，我回到仓库，心情有些沉重。李哥又打来电话，他显然也听说了消息。周易，你没事吧？那娘们儿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你小心点儿，我看这家人不讲道理，跟疯狗一样，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知道。挂了电话，我打开了社交媒体，一个本地的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了王小军发的视频。视频经过了恶意剪辑，只留下了我冷漠的面对刘翠花哭诉的画面，配上了一段悲情的音乐和煽动性的文字。天理何在？辛苦养大的狼崽，长大后反咬一口。老实本分的房东，好心将店铺交给年轻人，没想到养虎为患。评论区已经炸了。这小伙子看着人模狗样的，心怎么这么黑？忘恩负义的典型，支持大妈维权。人肉他，让他社死！网络上的正义之士们只用了不到1分钟就给我定了罪。
我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评论，关掉了手机。我以为我已经足够冷漠，但心口还是像被堵了一块石头。然而，就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喂，请问是周毅先生吗？我是。您好，周先生，我叫许静，是乐活时光连锁便利店的区域拓展经理。乐活时光这个名字我听过，是近2年新崛起的一个精品便利店品牌，主打年轻人市场。是这样的，周先生，我们公司一直在关注您之前经营的一家便利店。我们后台数据显示，在您经营的3年里，您店铺的线上订单量、客单价和复购率，在整个老城区都是名列前茅。我们对您的运营能力非常欣赏。过奖了。不，周先生，我不是在客气。我们一直想在老城区开一家形象店，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伙人和位置。您有兴趣和乐活时光合作，在您熟悉的地盘重新开一家店吗？合作？可是我现在的名声……我苦笑一声。周先生，我们是专业的商业公司，我们只看数据和能力。至于您和之前房东的纠纷，我们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过。恕我直言，您的处理方式虽然激烈，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商业头脑和决断力的表现。一个没有烟草证的便利店，在老城区是死路一条。您这一招快、准、狠，直接废掉了那个铺面的核心价值。这不仅是报复，更是对后来者的一种商业壁垒。我们很欣赏这种专业。我没想到，我单纯的泄愤之举，在专业人士看来，竟然有这么一层解读。周先生，我们可以详细聊聊合作的细节，我们非常有诚意。好。他没有一句废话，直接拿出了一份详细的合作方案。乐活时光提供品牌授权、统一的供应链、装修设计和系统支持。你作为合伙人，负责店铺的选址和日常运营，并占有新店的一部分股份。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条件。这不仅意味着我能东山再起，更意味着我将从一个单打独斗的个体户，升级为一个有品牌和资本支持的正规军。我们聊了整整1个下午，从店铺选址到目标客群，再到营销策略，和专业的人交谈是一种享受。我心中的阴霾被这次会面一扫而空。然而就在我以为生活要翻开新篇章的时候，王德发一家又给我送上了一份大礼。和许静分别后，我回到仓库，刚到门口我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油漆味，我心头一紧，快步上前。仓库的卷帘门上被人用红色的油漆喷了2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奸商”，旁边还画了一个乌龟，旁边写着我的名字周毅。我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我拿出手机准备再次报警，但就在这时，我看到卷帘门的角落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反光。我走过去蹲下来，发现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的东西，一个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我愣住了。我环顾四周，这里是仓库区，很多货车司机会为了防盗，在车头或者对着仓库门口的位置安装隐蔽的摄像头。看来王德发他们的杰作被某个摄像头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王小军，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喜欢让别人社死吗？现在轮到我了。我没有立刻报警，我先联系了李哥，他路子广，认识不少电脑城的朋友。不到1个小时，李哥就帮我把内存卡里的视频恢复并导了出来。视频很清晰，时间是今天下午。画面里，王德发负责望风，刘翠花拿着油漆罐，王小军则亲自动手，在我的卷帘门上写上“奸商”2个大字。敢惹我，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狠人！敢断我们家财路！这就是下场。视频的最后，王小军还得意洋洋地对着摄像头方向比了个中指，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丑态被记录得一清二楚。而那个小小的内存卡，估计就是他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不小心从口袋里掉出来的。真是天助我也！我把视频拷贝了几份，然后我做了一件王小军最喜欢做的事，我打开了那个本地的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他之前发布的恶意剪辑我的那条视频。那条视频下面已经有了上千条评论，几乎全是对我的辱骂和诅咒。我没有去跟那些人争辩，我直接点击了发布新视频。我上传的第一个视频是我之前录下的刘翠花和王小军在我仓库门口撒泼，威胁我的全程录像。标题我写的很简单，我与房东的纠纷1，谁在寻衅滋事。紧接着我上传了第2个视频，就是内存卡里他们一家3口在我仓库门上喷油漆的完整录像。我与房东的纠纷2，谁才是真正的小丑。做完这一切，我没有再去管网上的发酵，我拿着视频证据再次拨打了110。这一次我报的案由是故意毁坏财物。警察再次来到我的仓库。怎么又是他们？是的，这是我搜集的证据。警察看完视频，二话不说直接上楼去找王德发一家。与此同时，网络上的风向已经开始了惊天逆转。我的2条视频就像2颗重磅炸弹，把王小军精心营造的受害者人设炸得粉碎。之前骂我骂得最凶的那些正义网友，此刻全都傻了眼。我靠，反转了！这大妈也太泼妇了吧！这哪是维权，这纯纯是闹事啊！一家人齐上阵搞破坏，这是什么素质？
心疼店主，碰上这么一家极品房东，真是倒了8辈子霉。那个叫王小军的，之前还装白莲花，原来是个小混混。听说你喜欢拍视频，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本事继续更新，不要停。舆论的反噬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事情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严重。楼下已经围满了闻讯而来的街坊邻居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短视频博主。王德发和刘翠花还想抵赖，但面对铁一般的视频证据，他们的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王小军更是全程低着头，不敢看周围人的目光。他想让他人社死，最终却让自己和全家都彻彻底底的社死。最终因为故意毁坏财物，加上之前的寻衅滋事，王德发和王小军被处以行政拘留7天，并赔偿我所有的损失。刘翠花因为情节较轻被口头教育。当警车带走他们父子俩的时候，刘翠花瘫坐在地上，看着空荡荡的便利店和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哀嚎。我知道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我的复仇也该画上一个句号了。接下来是属于我的新生活。王德发父子被拘留的事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整个老城区。他们一家彻底成了街坊邻居嘴里的笑话。那家被寄予厚望的王家铺子，从开业到关门，仅仅维持了不到1周。红色的旺铺转让贴在玻璃门上，显得格外讽刺。据说刘翠花想把铺子重新租出去，但因为烟草证的问题，加上他们家那人尽皆知的光荣事迹，根本没人愿意接盘。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和许静的新店筹备中。我们很快就选定了新的店址，就在我原来店铺的斜对面，一个把角的位置，面积更大，展示面也更好。之前是一家经营不善的服装店，我几乎是看着那家服装店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的。我知道它失败的原因，选品老旧，不懂营销，完全跟不上年轻人的消费潮流。而这正是我和乐活时光的机会。乐活时光的团队非常专业，签约第2天，设计团队就进场测量，1周内拿出了3套风格各异但都极其现代的设计方案。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套以城市露营为主题的方案，大面积的落地窗，原木色的货架，搭配绿植和暖色调的灯光，让整个便利店看起来像一个温馨的城市驿站。在装修的同时，许静带着我飞了好几个城市，考察他们的标杆门店，学习运营经验。他们根据我的建议，对新店的选品进行了微调，比如增加了更多适合老年人口味的低糖点心，引进了几款在本地口碑很好的小众汽水，甚至还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区域，售卖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我们不再是一家单纯的便利店，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社区生活服务中心。这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但也无比充实。新店装修得很快，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就在老街的拐角处拔地而起。我们给新店取了个名字，叫乐活一家，既有乐活时光的品牌印记，也保留了我个人的一点念想。开业前1天，我和许静站在灯火通明的新店里做最后的检查，看着一排排摆放整齐、琳琅满目的商品，感觉怎么样？像做梦一样。这不是梦，这是你的专业和我们的品牌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这是什么？开业礼物。我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的是一张崭新的烫金的证书，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法人代表周毅。我们有专业的渠道和团队来处理这些合规性的问题，在老城区开便利店怎么能没有它呢？这可是你的大杀器。我看着手里的证书，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店铺，眼眶有些发热。过去那些委屈、愤怒、不甘，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明天这里将重新开张，这一次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这一次谁也抢不走。乐活一家的开业，在平静的老城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我们没有搞鞭炮齐鸣的俗套仪式，而是做了一场为期3天的社区嘉年华。门口有免费的咖啡和冰淇淋，店内的商品除了烟草，全场88折。我们还邀请了乐队在门口表演，设置了几个有趣的互动游戏。老街上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开业第1天，新店的营业额就突破了5万。这其中固然有开业折扣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消费体验，对这条老街的居民形成了一种降维打击。宽敞明亮的购物环境，琳琅满目的网红商品，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咖啡区，老顾客们都回来了。小周，你可算回来了，这店开的太敞亮了，哈哈哈！我靠，这还是便利店吗？跟咖啡点似的。这酸奶我在网上看过，一直想尝尝，没想到你这儿有卖。我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一直挂着笑。许静也亲自坐镇店里，她穿着工作围裙，熟练地操作着咖啡机，时不时地和顾客聊上几句，收集反馈。然而，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会试图扰乱这美好的乐章。王德发，他来干嘛？他从拘留所里出来了，看起来苍老了许多，也憔悴了不少，头发花白，眼神浑浊。他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看着我们店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景象。他的眼神里混杂着嫉妒、不甘和一种说不清的怨毒。周哥，那人一直在外面看着我们，要不要？不用管他，他不敢进来。
一个被法律制裁过、被舆论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已经没有了闹事的底气。他现在只是一条躲在暗处、吐着信子的毒蛇。我以为他看一会儿就会自己离开，但我低估了他的执念。一连3天，他都像个幽灵一样在店门口徘徊。他不敢靠近，但那怨毒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得人后背发凉。许静也注意到了，要不要我找人处理一下？不用，跳梁小丑而已。他要是敢乱来，正好再送他进去。但事实证明，狗急了是真的会跳墙的。开业第4天，风平浪静。第5天晚上，临近打烊的时候出事了。一个男人冲进店里，拿起货架上的一瓶红酒，二话不说就往自己头上砸去，玻璃碎裂，酒液和血瞬间糊了那人一脸。他瘫倒在地上，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店里的顾客和店员都吓傻了。我冲过去，在那人身上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居然是个酒鬼。而站在店门口，带着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的，正是消失了2天的王德发。便利店老板打人了，我的头要裂开了。他打我，快打110！我看着这拙劣的碰瓷表演，气得几乎要笑出来。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徐静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小张，马上疏散顾客。小李，把店门关上，保护好现场。小王，立刻检查店里的所有监控，确保都在正常录制。我则快步走到那个酒鬼身边，蹲下来。他还在地上打滚，但嚎叫的声音明显中气十足。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对着他额头上的伤口照了一下，一道口子看起来很吓人，但很浅，典型的皮外伤。别嚎了，再嚎，信不信我让你真的开瓢？酒鬼被我的眼神吓得一哆嗦，声音小了许多。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王叔，戏不错，这演员一天得给多少钱？你少胡说！我路过这里，亲眼看到你跟这位大哥发生口角，然后你就动手打人，大家都可以作证。他指着周围围观的群众，群众们不明所以。真的假的？人家周易看着挺和善的。那可不一定，知人知面不知心。打110，另外顺便叫救护车。警察和救护车很快就到了。那个酒鬼一看到警察，立刻又来了精神。就是他打我只是想买瓶酒，他就嫌我烦，就对我动手。对，我能作证，我亲眼看到的。警察走进店里，看到地上的玻璃碎片和血迹，也皱起了眉头。到底怎么回事？许静走上前，递上了一个平板电脑。这是我们店里刚刚发生的全部监控录像，从5个不同的角度拍摄的，您可以看一下。警察接过平板，监控画面无比清晰。画面显示，那个酒鬼摇摇晃晃地走进店里，直接走向酒水区。他拿起一瓶红酒，环顾四周，看到周围没人注意，便猛地将酒瓶砸向自己的额头。整个过程我一直在收银台，距离他至少有5米远。所谓的口角和动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而另一段门口的监控则显示，在酒鬼进店的前1分钟，王德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还塞了什么东西在他手里。真相大白，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恶劣的栽赃陷害。警察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严肃，他转过头看着王德发和那个还在地上装死的酒鬼，眼神像在看2个小丑。行了，都别演了。警察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们2个有什么事儿回局里说。酒鬼吓得脸色惨白。我知道错了，我是喝多了。王德发更是腿都软了。不关我的事儿，我只是路过。我不认识他。不认识？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我刚才在门口悄悄录下的视频。视频里，王德发和酒鬼的对话清晰可闻。事成之后，剩下的1000块就给你。放心吧，王哥，这活儿我熟。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德发看着我手机里的画面，面如死灰，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地。周围的群众发出一片哗然，他们终于明白，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农夫与蛇的现代版预言。而这条毒蛇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着人们对无耻2字的认知下限。王德发和那个酒鬼被警察带走了，这一次等待他的不再是短短7天的行政拘留，诬告陷害、敲诈勒索，数罪并罚，足够他在里面好好待上一阵子了。店门口人群渐渐散去，许静指挥着店员迅速清理了现场，恢复了营业，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但我和许静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这场闹剧虽然恶心，但也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了我们团队的应急能力，也让我看清了许静这个合伙人。谢谢你。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我可能会处理得远没有这么从容。我们是合伙人，不是吗？当晚，我们盘点完营业额，我坚持请所有店员吃了顿宵夜，算是压惊。饭桌上，大家聊起今晚的事，都还心有余悸。团队的凝聚力在这次事件后反而更强了。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王小军打来的。周易，我爸的事儿，我替他向你道歉。我妈知道我爸可能要坐牢，急火攻心，中风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那个铺子我们已经挂在中介那儿，准备卖了。
卖房子的钱一部分给我妈治病，另一部分我们愿意赔偿给你。周易，我知道我们家对不起你，我只求你能不能帮谅解一下，高抬贵手，让我爸少坐几年牢。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哀求。我沉默了很久，我想起了他当初指着我鼻子的嚣张，想起了他在网上对我恶毒的攻击。原谅他？不，我做不到，我不是圣人。王小军，你爸做了错事，就该承担后果，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至于赔偿，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让你的律师联系我的律师。是的，在许静的建议下，我也请了律师。最后，我想告诉你，你们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说完，我挂了电话。一场持续了数月的恩怨，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尘埃落定。恶人自有法律魔，而我将拥抱我的新生活。王德发的案子很快就判了，数罪并罚，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王家的那间铺子也很快被卖掉了，接手的是一家连锁药店。曾经的王家铺子和那场短暂而荒唐的老板梦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刘翠花中风后行动不便，整日躺在床上由王小军照顾。据说她卖掉房子后，带着母亲搬到了一个更偏远的郊区。我是在李哥的嘴里听到这些消息的。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乐活一家2楼的窗边喝着咖啡，窗外是老街熙熙攘攘的人流，阳光正好，也算是罪有应得了。李哥感慨道。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楼下。一个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在我们的外摆区坐下，点了一杯燕麦拿铁。几个刚放学的学生嬉笑着冲进店里，熟练地从冰柜里拿出他们喜欢的汽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仔细地挑选着晚餐要用的蔬菜。这一切安然而美好。乐活一家的生意步入了正轨，我们凭借着优质的商品、舒适的环境和专业的服务，迅速成为了这条老街的社区中心。我和许静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他负责品牌的战略规划和对外拓展，在他的推动下，又在城市的另外2个区开出了2家分店，而我则更专注于店铺的日常运营和社区关系的维护。知道王阿姨喜欢什么牌子的酸奶，也知道楼上李大爷每天下午3点都要来买一包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我感到踏实。我和许静的关系也在这种并肩作战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们一起熬夜做过盘点，也一起在清晨的批发市场里喝过豆浆。我们会在会议上为了一个选品吵得面红耳赤，也会在看到营业额再创新高时默契的击掌。谁也没有说破，但有些东西早已心照不宣。这天晚上送走最后一波客人，我和许静像往常一样做着最后的清扫。周易，你后悔过吗？为了报复王德发，放弃了你苦心经营3年的店。我停下手里的活，想了想，我走到店门口，看着外面街道上温暖的灯火和乐活一家4个明亮的招牌字。不后悔，如果我不放弃那棵歪脖子树，又怎么会遇到现在这片森林呢？而且我从没放弃过，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让我喜欢的一家有了更温暖的灯火。